每年苹果新产品发布的时候啊，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大批果粉彻夜排队啊，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买到它的产品。那么也有很多人讨厌苹果，恨它生态封闭，手机换不了电池，电脑换不了内存，更恨它价格太夸张了，割消费者的韭菜。那么乔布斯毕生的理想啊是改变世界，那么苹果到底有没有改变世界呢？1990年啊，苹果从阳光明媚的加州来到了阴雨连绵的英国剑桥，和另外2家科技公司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 Advanced Risk Machine 的合资公司。苹果出资了300万美元，获得了这家公司的30%的股份。那么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商业合作啊，但是应该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首字母是 ARM 的公司会成为全世界几百亿颗芯片背后的统治力量，并且引发了全球资本对它的疯狂追逐。成立 ARM 应该是乔布斯离开苹果几年里苹果做的最正确的事情。31年后，苹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 M1 芯片。苹果的造芯之路有2条重要的主线，一个呢是电脑芯片，另外一个呢是 iPhone、iPad 这样的移动设备芯片。这2条平行的主线通过 ARM 交汇在了一起，而 M1 芯片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整个芯片与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轨迹。所以呢，苹果造芯的这几年啊，它是怎么过来的？全世界有那么多家公司，为什么只有苹果做到了？苹果的经验对于中国的芯片公司来说，又有哪些启发呢？这一切都要从 iPhone 开始说起。2005年，已经回归苹果的乔布斯秘密召集了几百名工程师，开始了一项名叫 Project Purple 的绝密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造一台能改变世界的手机。2年之后 ，iPhone 发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售价高达599美元，但是5天之后就卖出了100万台，全球一共卖出了612万台。就像没有人能想到 ARM 会改变世界一样，乔布斯后来回忆啊，当时自己其实也不太确定 iPhone 是否能真的改变世界。但事实上，乔布斯一直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这并不是苹果第一次尝试造手机了。那么早在2004年，苹果就和摩托罗拉合作了一个手机 Rocker， 主打的点就是把 iTunes 放在手机里。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想法，而且手机本身也非常的丑，所以之后也被喷得狗血淋头。乔布斯自己也回忆说啊，我受够了和摩托罗拉这样的蠢公司合作，我们要自己去做手机。于是呢，第一代 iPhone 的软硬件设计就完全绕开了摩托罗拉，并且采用了来自三星的32位的 ARM CPU， 以及来自英国 Imagination 公司的 PowerVR GPU， 而这2个公司后来都成了苹果的大冤家。iPhone 发布1年之后苹果就宣布花2.78亿美元收购一家名叫 PA Semi 的芯片公司，并且由此获得了包括龟仙人 Jim Keller 在内的100多人的芯片研发团队。事实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比 Jim Keller 的名头更大。Daniel Dobberpool 是当时硅谷的元老级人物，他最擅长的领域就是设计高性能、低功耗的处理器，而这恰恰也是苹果在 iPhone、iPod 以及之后 iPad 里急需的关键技术。那么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一位芯片大神 Johnny Sorgi 加入了苹果，他在 IBM 和英特尔工作了将近20年，那么很快的就在以色列帮助苹果建立起了世界第2大的芯片研发中心。那么集齐了卧龙和凤雏的苹果就由此开启了 A 系列处理器的升级大快之路。从2010年起，苹果每年都会发布一颗新的手机处理器芯片，从最早的 A4 到去年发布的 A15， 没有一年是例外。那么如果说 Jim Keller 和 PA Semi 的那帮工程师帮苹果奠定了 A 系列芯片的高速发展的路径，那么 Johnny 就把 A 系列芯片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主持设计了这个 A7 处理器，让搭载 A7 的 iPhone 5S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搭载了64位处理器的智能手机，把高通和其他正在研发32位处理器的厂家打了个措手不及。那么苹果的 A 系列芯片和 iPhone、iPad 这些终端设备已经成为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因为芯片足够好，所以 iPhone 能够加入更多的功能，体验呢也更加流畅。因为 iPhone 卖得更好，所以苹果就有更多的资金去投入到芯片的研发里，然后设计出来更好的芯片。这个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让整个雪球越滚越大，也帮助苹果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事实上A 系列处理器已经成为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以至于各种媒体在介绍 A 系列处理器的时候已经从一开始的什么提升惊人什么地表最强，变成了最近几年的什么乏善可陈、毫无新意、不出意外等等。因为苹果的 A 系列芯片实在是太强了，没对手了，赢麻了。大家觉得这样每次有这样那样的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正常的。还有谁？但是呢，芯片性能的提升真的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这是一张非常有名的图啊，在这张图里，灰色的点呢是苹果的芯片，蓝色的方框呢是英特尔的芯片。那么从2015年到2021年，英特尔芯片性能提升了28%，而苹果芯片的性能提升了298%。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很离谱啊？但其实还有更离谱的，英特尔的这些芯片是台式机的芯片。这个图里性能最高的10900K 啊，是时代的酷睿 i9，单芯片的价格就接近了$500，功耗达到了125瓦。而比它性能更高的 A14，功耗还不到5瓦。我们可以开个脑洞啊，假设我是苹果的芯片工程师，并且带着这个图穿越回了几年前，肯定会拿着这张图给我老板说：“哎，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手机的芯片放到 Mac 电脑上呢？”然后呢，获得老板们的一致同意，升职加薪，走上人生的巅峰。事实上，这么想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也真的有人靠这个走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甚至成为 Tim Cook 之后苹果下一任 CEO 的热门人选。让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几十年前，当时苹果还是一个电脑公司。前面说过，苹果造芯其实有2条主线。那么除了手机处理器这个 A 系列之外，起步更早的呢，其实是 Mac 电脑的芯片。我发现乔布斯离开苹果那段时间啊，苹果特别喜欢抱团，不仅去英国抱，成立了 ARM， 还在美国各种的抱。比如在1991年，苹果和 IBM、摩托罗拉组成了 AIM 联盟。这个联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设计出了 PowerPC。PowerPC 并不是一个 PC， 也不是一种芯片，而是像 ARM 一样是一种指令集架构。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里稍微多说2句啊。所有的电脑、手机的核心都是叫做 CPU 中央处理器的芯片。CPU 的工作方式啊，就是靠运行一条一条的指令。比如说，对于一个经典的难题，把大象装冰箱需要几步？那么对于 CPU 来说啊，就需要3条指令。第1条，把冰箱门打开；第2条呢，把大象装进去；第3条，把冰箱门关上。把这些指令集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指令集。那么像 ARM 啊、PowerPC 啊，还有像英特尔的 X86 啊，都是一种指令集。只不过呢，像 X86 这样的指令集比较复杂，叫做复杂指令集 CISC。像 ARM、PowerPC， 还有之前视频里介绍过的这个 RISC-V， 这些指令集呢非常的简单，所以呢也叫做精简指令集 RISC。当然了，这里简单并不是说他们只能做简单的事情，而是说他们指令本身很简单。再比如前面说的啊，把大象装冰箱这个指令就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如果是把大象这个放气、压缩、折叠，然后再放冰箱，这么几个步骤就属于非常简单的指令了。那么这种精简指令集最大的好处啊，就是能大大简化 CPU 的结构，让它不用支持那些特别复杂但是很少被用到的那些指令。那么芯片结构简单了，功耗自然就低了。所以当苹果和 IBM、摩托罗拉搞出来了 PowerPC， 也是一种精简的指令集架构。苹果呢也把这个 PowerPC 芯片用在了几乎所有的苹果 Mac 电脑的产品里。不过在10年之后啊，在2005年的 WWDC 大会上，乔布斯宣布放弃使用 PowerPC， 全线转向英特尔的 CPU。他说，英特尔的 CPU 不仅运算速度更快，而且功耗更低，这对于苹果来说更加重要。所以从每把性能来说，英特尔的芯片远远超过 PowerPC。那么说到这里，先停一停啊，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20年前的英特尔也曾经是高性能、低功耗的代表，也是行业中当之无愧的顶流、天花板、地表最强。而乔布斯不断强调的高性能、低功耗，就像刀子一样，深深地刻在了苹果的 DNA 里。所以呢，当20年后苹果推出自己的基于 ARM 架构的芯片，也取得了比英特尔更高的能效比的时候，抛弃英特尔在 Mac 电脑里使用自己设计的处理器，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库克推动了这个改变，而前面说过的那个以色列 Johnny 完成了这个改变。在他领导下啊，苹果的芯片团队设计出了 M1 芯片，它能在极低的功耗下释放出极高的性能，以至于搭载了 M1 的 MacBook Air 都能轻松碾压搭载了英特尔高端处理器的 MacBook Pro。手机芯片和电脑芯片这2条原本平行发展的主线啊，也最终因为 ARM 这个相同的架构汇聚在了一起。因为手机、平板、台式机、笔记本现在都使用了相同的芯片结构，相当于打通了底层的硬件平台，那么上面运行的各种软件呢，就能自由的切换了。比如说这个 iPad Air 都用上了 M1 芯片，它的算力对于 iPad 来说明显是过剩的。但是除了秀肌肉之外啊，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即使在不插电的平板里，也可以用上电脑里最先进的处理器芯片。充一次电可以用10几个小时，并且和那些用风冷、水冷散热、动辄消耗上百瓦电力的 CPU 有着相近甚至是更高的性能。
那么这其实就意味着未来的移动设备会做得更加的灵活，性能更高。那么 Johnny 呢，也因为在芯片领域立下的汗马功劳获得了库克的巨大信任，一路升职到了苹果的资深副总裁。那么就连每次开发布会的时候，都会安排他去介绍苹果芯片的最新进展。在很多人的眼中，Johnny 就是下一届苹果 CEO 的最有力的竞争者。那让我们再回到视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苹果造芯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为什么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其他任何公司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这里面有4个主要的原因值得关注分别是苹果在这个 ARM 芯片架构上多年的积累和创新，芯片工艺制成的进步，对供应链的管理，以及苹果独特的全封闭的生态。这4点缺一不可，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首先呢，就是苹果在 ARM 架构上多年的深耕和积累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它的客观的发展规律，比如说不能拔苗助长，也比如说弯道不能超车，只能翻车。芯片也是这样，苹果的芯片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计算机的 CPU， 从联合 ARM 摩托罗拉设计的这个 PowerPC， 因为性能功耗拉胯，转向英特尔，再转到自研的 M1 芯片。手机也是除了 A 系列处理器之外，苹果之前也尝试过自研5G 基带，摆脱对高通的依赖，结果用上了英特尔的基带芯片之后呢，各种不稳定，被狂喷，这才痛定思痛，直接花10亿美元买下了英特尔的基带芯片业务，开始自研。可以想象这中间其实是有无数的挫折和困难的。那么 M1 取得现象级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苹果突然就拥有了设计电脑芯片的能力，也是靠手机端的这个 ARM 芯片一点一点的积累技术磨出来的。比如说这个 M1 芯片里的性能核 Firestorm， 前端的发射宽度和后端的 ROB 都远高于 X86 处理器，这样呢就让 M1 能同时运行更多的指令。再比如说 M1 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 UMA 统一内存架构之外，它的2级缓存也非常的大，达到了12兆，也远超英特尔和 AMD。这些设计思路其实在 A 系列的处理器里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才和收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除了 PSME 之外，苹果几乎每年都会收购和投资新的公司。比如说，它在2018年花了6亿美元收购了来自英国的 Dialog 半导体的电源管理芯片业务，在2012年花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以色列的闪存控制器芯片公司 Innovate 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其实也干了很多很阴巴的事情。之前苹果的 A 系列芯片里的这个 Power VR GPU 都来自一家这个英国的公司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他们赞助了很多这个帝国理工的研究所以我比较熟悉。这家公司和 ARM 一样，也是做 IP 授权的，只不过 ARM 做的呢是 CPU 授权，而他们做的是 GPU， 而且他们的最大客户就是苹果。结果呢，在2017年，苹果突然宣布要放弃使用 Imagination 的 Power VR， 转向自研的 GPU 技术，并且停止向 Imagination 支付专利费。这个消息一出来 ，Imagination 的股价就跳崖式的下跌，一天最高跌了70%而且最后呢被中资收购了。那么最阴的地方是苹果直接在英国的 Imagination 公司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新的办公室，贴脸挖人，专门挖他们的 GPU 工程师，基本能做到这个上午离职，出门办手续，下午就能上班。总想心思话。所以苹果这招用了很多次屡试不爽，因为对于这些小公司来说，能拿到苹果的订单非常的不容易，一般都会倾尽各种资源去优先的保障。但是呢，苹果也会利用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予取予求，要么低成本的挖人，要么直接的去进行收购，这样呢也进一步巩固了苹果的竞争优势。那么苹果造芯取得巨大成功的第2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半导体工艺的进步，特别是和台积电的合作，这个是很多人忽视的。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在过去10年里，芯片性能的提升有超过60%来自于制造芯片工艺的提升，只有17%来自芯片架构的升级。而台积电和苹果的发展路线是紧密绑定的。苹果 M1 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的芯片，目前呢也占据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绝大部分产能，而台积电有超过1/4的营收都来自苹果。苹果芯片里的统一内存技术包括后来的 M1 Ultra 里的 Ultra Fusion， 还有很多人说的这个 Ultra Fusion 切一块就是 M1 Max， 再切一块就是 M1 Pro， 再切一块就是 M1， 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台积电和苹果紧密合作的结果。要知道苹果是个 Fabless， 也就是无晶圆厂公司，它自己没有芯片生产的能力，所以必须要有靠谱的芯片代工厂帮它完成芯片的生产、封装和测试。台积电呢，也因为和苹果的合作实现了双赢，终结了英特尔在半导体工艺上的统治地位，完成了超越。当英特尔还在挣扎10纳米的时候台积电已经量产了5纳米，并且3纳米马上也要出来了。
那么除了技术方面原因啊，苹果造新成功还有一些非技术有的原因，比如说对供应链的严格控制。那么硅谷呢，其实有个传统，科技公司的 CEO 必须是工程师出身，比如现在年富力强的这个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再到已经功成身退的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等等，都是工程师和技术背景出身。英特尔呢，前年找了这个搞财务的 Bob Swan 当 CEO 啊，结果除了回购股票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突破，这才赶紧把这个设计过486的元老级工程师Pat Gelsinger请回来。但是呢，苹果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它的 CEO Tim Cook 并没有什么技术背景。库克呢是个供应链管理大师，他在 IBM 工作过几十年，负责美洲的供应链和产品的制造。那么来到苹果之后呢，也负责这块业务，极大压缩了苹果的库存，优化了生产周期。那么在他的自传里也写过，他能把库存从乔布斯时代的1个月压缩到6天、2天，甚至是10几个小时，也能把苹果电脑的生产周期从4个月压缩到2个月。所以呢，有人说苹果的成功其实就是供应链的成功。那么关键是啊，他把供应链的这套东西玩到芯片的设计和制造里了。比如说，苹果锁定了台积电每一代的高端制程，最新的工艺都优先供着苹果去使用，其他人根本都排不到。这样呢，不仅保证了自己芯片产品的顺利的量产，也成功的反制了竞争对手。此外呢，他也把这个供应链管理的这些严格的纪律和高效的执行力体现在了芯片的设计里。那么前面说过，苹果至少每年发布一个全新的芯片，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那么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啊，虽然已经很难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公司其实能够做到。比如说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也很强，英特尔呢也在不断发力和抢占先进的芯片的制造工艺，而全世界供应链大师肯定也不止库克一个人。那么只有接下来要说的最后一点才是苹果独有的优势，那就是苹果完全闭合的软硬件生态。只有结合软件、硬件、操作系统和生态做全局的深度优化，才是只有苹果能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且只有苹果能把 ARM 架构的芯片做出来，并且做得还很牛，而且卖得还很好的原因。那么从乔布斯时代开始啊，苹果就在不断的布局和经营自己的闭环生态，这也是很多人讨厌苹果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普通用户只能拿来用，不能做任何的修改，也一度很难兼容其他的生态的东西。但是呢，苹果靠 iPhone 的爆火带动了整个应用商店和生态的发展，而这也会反过来给底层的硬件和芯片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呢，除非苹果想自己造晶圆厂，否则呢 M1 的出现就是苹果整个生态完成闭环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在这个生态里啊，芯片不会对外去单独的去卖，也不会兼容其他各种厂商的各种设计。软件呢，也可以根据特定的硬件去量身定做，这个就从根本上规避掉了让绝大多数厂家都头疼不已的那种兼容性的问题和碎片化的问题。当然了，消费者不可能单独去买到这个 M1 芯片啊，所以要用到 M1 的高能效，就必须要去买苹果的整个生态，而这个生态的溢价远比单个芯片的溢价要高得多。乔布斯在邀请百事可乐的约翰·史考利加入苹果的时候啊，就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想要改变世界？M1 出现的意义远远不仅是证明了 ARM 能够作为笔记本或者是电脑的 CPU， 并且能够带来大幅的性能提升和功耗降低，它的意义更多的是给消费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当所有的厂家都在内卷在几%的提升的时候啊，苹果证明了 M1 能够带来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提升。就像 A7 发布之后，迫使高通放弃当时的路线，只能被迫迎头赶上一样， M1 带来的竞争也能让其他芯片公司醒过来，快马加鞭的去做更好的产品。那么只有竞争，最终受益的才是消费者，这或许才是 M1 真正改变行业、改变世界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